不尊重設計，不尊重原創，幹他自己還創作者嘞，設計費都要省，難怪你看到日本畫家的時候，你瞧不起人家，抄襲成性，可愛我都想要，出就好。果然就自己出了。我的天哪，這是 Lululemon， 崩溃了。这個說是抄襲，侮辱抄襲這個字，那是我新原廠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蔡阿嘎是1984年生，2014年就達成 Facebook 100萬粉絲，3、4個頻道都是破100萬的等級，是台灣第一個有2個100萬頻道的 YouTuber 哦。那其實他早年開始做的時候，主要就是做一些搞笑啊，做 Vlog 做部落客嘛，愛台灣題材啊。他以前有做過一個叫台語教學，每日一台詞哦，或者是大名人學台語哦，成名的很早，然後也因為是最早吃螃蟹的人嘛，掙得盆滿缽滿啊，據說有身價已經超過8億，本土意識比較濃厚。所以跟綠營一直走得比較近。以 YouTube 界來說，它叫做始祖級 YouTuber。但這次的風波，其實我們之前出過幾支啊。蔡阿嘎這一次他的重傷點，全頻道、全社群全部停止更新哦，生日也沒發生日文，還被退訂了5萬，看得出來確實受到粉絲的抵制啊。首先是他之前去惹那日本街頭畫家去笑人家嘛，說用 AI 做都比較好，然後後來又出來嗆粉絲說你都是中共同路人嘛，非常囂張跋扈的一個嘴臉哦，然後還去惹另外一個大尾 YouTuber 多米多羅。大家好，我是多米多羅啊，我今天要來點評蔡阿嘎。這個多米多羅這一波也算是爆紅一波哦。兒子那個事情，當時蔡阿嘎拿着公帑把他兒子的臉貼滿整個捷運，讓大家很火大很賭爛。當時世修跟乙熱還差點被炎上，但是沒想到風向還倒回來。好，燒過去又燒回來，結果沒想到這一波呢，果然追殺他的主力軍全部都是綠媒為主啊、哦！三立新聞緊咬不放，民視跟進再打，主要是他的太太創立的母嬰品牌的網名叫二伯，本名叫做李佩杰，哈哈 baby 捲入了抄襲風波啊！夫妻呢一起炎上，本來夫妻都是網紅嘛，過去很高調，一天到晚在嗆人，現在全面停更哦。抄襲的範圍非常廣泛，日本、韓國各種品牌追殺他的主力是三立跟民視，誰會記得他生日？那肯定是他的粉絲群眾，粉絲群眾跟誰重疊？跟三明治重疊嘛。那三明治就把他視為競爭對手。AT 訂閱狂跌5萬，蔡阿嘎迎42歲生日全面成績。蔡阿嘎被譽為 YouTuber 界的常青樹，是台灣極具代表性的網絡創作者之一，憑借幽默風格、生活記錄及親子內容累積高人氣。然而近日他卻爭議不斷，先是因為將 AI 生成圖片拿來與日本街頭畫家的作品公開比較，引發外界批評，事後公開拍片道歉。隨後妻子二伯的自創品牌哈哈 baby 又爆出嚴重的抄襲爭議，夫妻倆雙雙陷入輿論風波，過往正面形象也大受打擊。為什麼綠媒要去追殺蔡阿嘎呢？我把你幹掉，經費就在我身上，三明治1年分10集，但是蔡阿嘎也拿到很多啊，幹掉蔡阿嘎我可以分更多，為什麼不好？除了停止更新社群與頻道外，蔡阿嘎的 YouTuber 訂閱數也曾出現變化，事前頻道訂閱數為254萬，如今短短不到1個月已下降至249萬，短時間內流失約5萬名訂閱者。從過去叱咤風雲的100萬創作者，到如今逢生日卻低調生意，也讓外界持續關注蔡阿嘎何時恢復更新社群，以及是否會再針對近期爭議做出進一步回應。更好笑的，竟然連發好幾篇，這是什麼親戚的角度？蔡阿嘎沉默代價來了 ，Podcast 停更，新炸鍋鐵粉狂喊出來面對。哈哈 baby 由100萬 YouTuber 蔡阿嘎及妻子二伯所創立的品牌自捲入設計爭議後，至今仍未公開說明。除了 YouTuber 頻道停更，就連固定更新的 Podcast 也無預警暫停。爭議近1周，引發大批粉絲焦急等待，社群更湧現，快出來面對，希望親自說明等留言，成為討論焦點。三立呀，以前的嘎之友啊，做人莫當青鳥，不然你真的馬上活見鬼。因為你好的時候蹭你的流量，你不好的時候踹你啊，打你啊，給你落井下石，比啥都快啊！你很難想象啊，那殺得你措手不及啊！我拼命叫大家關注蔡阿嘎，因為毒油現在燒不停嘛，要轉移大家的焦點，把蔡阿嘎拿出來冷飯熱炒。然後最狠的還是多米多羅，以犧牲阿嘎為代價，燃燒吧，燃燒吧，阿嘎！最近幾年物價飛漲，百姓苦不堪言。不止台灣，我住在日本也感覺到東西是越來越貴。那我就很想知道10年來到底實際漲了多少？我就想到可以參考我們台灣 YouTube 界的長期主蔡阿嘎的影片，因為他10年前發了一
個15000玩東京3天2夜的影片，然後扣掉機票、住宿跟一些有的沒的，剩下2100，換算現在的日幣是15570塊。哇，我真的好想知道，我走10年前跟他一模一樣的行程，會不會中途就花光哦？這是不是一個很有趣的企劃啊？那我們馬上就走吧。10年前的影片都被多米多羅挖出来，狠狠的踹。哎呀，人有的时候就不要太摇擺。特別掛號哈哈 baby 的單元哦，他就是嫌蔡阿嘎死不透。但我必須說啊，當初蔡阿嘎靠北他、酸他、霸凌他的時候，蔡阿嘎就要想到今天有自己這一天啊。你自己選擇霸凌人的時候，那抱歉了。蔡阿嘎抄襲的店呢，他還特別去走了一下。本人壓力還是挺大的啊。這家店好眼熟，收手，不知道在哪裡看過，看一下好了。哇，這個花花點點還蠻酷。為什麼是收手？哈哈 baby 有沒有抄襲日本知名品牌 SOSO？ 上面是收手，下面是哈哈 baby。除了換了顏色之外，而且我覺得收手顏色還比較好看。哇 ，CCW 講的真好，一經落萬物生。我操！夠狠，你夠狠，講的真好。手跟哈哈 baby， 哇哇哇！這裡是台灣抄襲電台，我告訴你，哇，真是太像了，哇 ，so nice。網友就用日文寫信去問 SOSO 總公司的看法，結果 SOSO 竟然回復他了。感謝您一直以來對 SOSO Nexture 支持與愛護。此外，對於未能及時回復您的郵件，我們深感歉意。關於您所告知的台灣品牌哈哈 baby 及其商品設計，自22年來，我們公司也陸續收到許多台灣客戶的類似詢問。此外，我們也已經確認並查看了您先前隨信附上的相關資料，在密切關注該品牌未來商品設計的同時，也一直尊重該品牌的設計理念。但是我們內部將再次進行確認，若確認該品牌的商品中確實與我們公司設計完全一致的情況，我們將會與相關部門進行協商並審慎處理。SOSO今後也會繼續努力，設計出讓大家感到喜悅的商品。人家一直長期的在關注這個事情，真的告的話，他就會炸。抄襲成性，真是死性不改啊！最近被指控抄襲日本知名品牌 SOSO， 更被網友挖出多張神似的對比照，被狠狠酸，根本就是哈哈 copy， 哈哈 copy。風波持續延燒，他昨天親上火線，哽咽澄清，表示靈感發想只是跟小朋友在畫畫，之後再與同事工廠共同討論，最後商品化，間接否認抄襲。外界要求退款的聲浪，根據網絡媒體報道，哈哈 baby 官方表示，售後服務可以透過消費者保護法辦理，只要持有購買憑證，就可以在7天的鑑賞期內申請，由專人協助辦理退貨退款。雖然官方回應的退貨爭議，但消費者最在意的設計來源、原創證明和產地等問題，至今還是沒有得到答案。太悲哀了，他媽你全面退貨，我覺得這一波就下去了，頂多損個幾百萬到上千萬。你們家有錢的要死要活的，你要全部退貨，然後下架所有爭議產品，趕快找設計師加緊設計，不見得要好看，但至少呢有點樣子，然後趕快加緊啊預售，重新上架原創產品。一個設計費都要省，難怪你看到日本畫家的時候，你瞧不起人家。他說我 AI 就可以設計出來了，標準的壞習慣嘛，不尊重設計，不尊重原創，不尊重創作，幹他自己還創作者嘞，各種被翻哦。還有二博抄襲疑雲狂燒，蔡阿嘎見13萬精品脫褲，哈哈 baby 也能，羅拉反應曝光。百萬 YouTuber 蔡阿嘎愛妻二博品牌哈哈 baby 超持續延燒，有網友翻出夫妻倆3年前開箱前員工羅拉林佩珍住家的影片，當蔡阿嘎看到一款繡有羅拉英文名字的名牌包進脫口，表示就學號也可以車啊，哈哈 baby 也車得出來啊。如今片段再被挖出，引發網友很酸，車出來的壞習慣，看來一路上思維都如此，還真是始終如一。羅拉打眼直搖頭，羅拉集滿解釋要一樣色號他們公司的標準字，並強調必須送回原廠才能完成客製化。看羅拉還比較有 sense 哎，羅拉貪歸貪，但至少羅拉還算是個正常人。他知道名牌包這樣會掉價。我的天哪！我覺得我有點無言呢。我對羅拉的行為，我覺得非常的鄙視。既然羅拉得教你版權意識，難怪羅拉會想 A 你的錢，他 A 的心無旁騖 ，A 的毫無波瀾。為什麼？因為他覺得你自己都沒道德標準。對，你一定給羅拉知道了什麼東東，你一定讓羅拉感覺到你是一個什麼樣的為人，不然他怎麼會有這種反應呢？我就覺得這個事情怪怪的哦。
到現在還沒下架。回報中持續更新，目前整理出涉及30個品牌、40起商品比對案例，其中以日本品牌 SOSO 共有7起最多，其次為 Markis 有3起，而 Beats 跟 Lululemon 等都在名單中。超遍各大品牌，好屌！SOSO 已經到7件了，來看一下。啊，哇！沒加蓋修鬼啦，幹這好靠北哦！他會不會每張都是這個？看這也太扯了吧！不要說抄了，閉着眼睛摳筆是不是？這個最扯，改個色票而已啊！這既抄版型又抄顏色，那真的太屌了！這顏色調換也調換的好看一點吧？我靠，版型打這麼爛，幹嘛啊？還敢賣到那麼貴？哈哈哈哈哈！顏色不行，而且為什麼他的拍照拍那麼隨便？這個直接都不要叫明白了，這鐵抄了吧 ？Oh my gosh！ Oh my gosh！ 抄也抄好看一點吧！我的天哪！而且我覺得有個點啊，你至少背景也找一個乾淨一點的吧？對啊，這太混了吧！超級摳。然後呢，拍這個的話，怎麼會把頭髮放下來呢？要把頭髮往前撥啊！而且你知道為什麼會失敗嗎？他這裡做了一個隱藏腰身才出來，這真的超扯的。因為孕媽咪最在乎就是身材不要太過於看起來浮腫嘛。為什麼孕媽咪的腰身會打在胸線這邊往下？你從胸線往下打的話，它下來之後，它會有一個腰身，再到肚子再凸出來一點點，大家看到你是孕媽咪。然後呢，胸部因為在懷孕期間它會長大嘛，所以它會把你的曲線拖得更高一點。Oh my god！ 這個一定要做膝上，对，我覺得原設計已經算是比較沒那麼好。如果更好的話，它事實上應該在膝上2/3到對，再拉高一點。因為它這樣視覺效果就會往下拉，你就把它顯得更矮，真的是。這不是超好超滿，這是超慘超爛。給你答案你還超不明白那種概念，這太浮誇了。人家有做臀線的，但為什麼不做臀線？哦，我的天哪，實在是太難看了哦。好崩潰！你這個他媽愛心缺角缺頭，搞得像蝙蝠一樣。這個明明是要呈現出這個畫，為什麼每次都要把頭髮往前弄？操！人家公主就是讓你收袖口來遮掉你的蝴蝶臂什麼的，你還把袖口放大，蝴蝶結要大不大？人家是為了若隱若現，然後你是整個人開在那邊，然後中間的腰要收又不收的，就是失敗呀！這個褶是往內收，它是往外蓬欸。人家那中間那一段是分離的。而且人家角度也不是這樣。我天哪，怎麼可以這麼醜啊？這個檢查它是要去曲線拉出來，然後往上列是帶有一點小性感的感覺，但是又不要多。你那個直筒，憤怒！不行了，怎麼那麼蠢啊！饒了我這精神創傷啊！他做的稍微高腰一點，還做了一點收腰設計。你做什麼平腰線設計呀？然後還做彈力的，很慫欸！誰他媽外露做彈力的啦？哦！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，對不起，我不該點開的。哦，我頁面也超不明白，那個邊也太偷工減料了。哦天哪，我快瘋掉了！人家腿是微闊，你是先收緊再闊，怎麼每一件都要做的跟睡衣睡褲一樣啊？到底想怎樣？而且人家的面料很特殊的花紋，他給人家用素色布，我覺得好累啊！我的天哪，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看。Lululemon， 這也是個名牌。我操！哇！眼睛！哇！我瞎了！我靠！看到髒東西了，太醜 ！Lululemon， 我的天哪，這是 Lululemon， 我崩潰了，我崩潰了，對不起。這個說是抄襲，我覺得侮辱抄襲這個字，這明顯是在噁心設計師，這明顯是在噁心原廠，他不是抄襲的，他是噁心原廠。再下去的話，我精神要炸裂了。的東西都是我自己從版型，然後跟設計師討論，花樣的話也是自己畫，然後再請設計師幫我上機，都可以。但是請讓設計師有更大的權限，不要再叫設計師幫你上機了，好不好？設計師快起機了，我覺得。對，就是另一個超好
可愛，我都想要。出就好。哦。最先爆出，果然就自己出了。哈哈 baby 品牌总監在会员制的社团發聲，從前期企劃、設計、打樣到生產，都有保留完整開發流程及時間記錄。部分網絡推測與實際情況有所出入，因而產生誤解。坦言流行趨勢相似，最後為事件引發的紛擾致歉，承諾未來會更加虛心傾聽意見。之前不是說萬章起義啦，中國是敵國啦。你就是中共同路人啦！我哪裡有錯啦？哇，這時候怎麼我還是喜歡你堅挺的樣子，還是喜歡你當時囂張跋扈的樣子。Chip 在臉書上指出，外界或許好奇為何此事件沒有 YouTuber 表態力挺蔡阿嘎，他歸結出以下3點：一、網紅圈互動趨近於零。Chip 直言。蔡阿嘎雖是 YT 界的元老級人物，但平常並不常與網紅圈打交道，也很少參與業界聚會。他舉例 ，Google 舉辦的活動幾乎從未見過蔡阿嘎出席，即使走在走中獎後台，對方也不會與其他創作者有太多交流。劇本分析，蔡阿嘎的公司團隊家人本身就極具流量的網紅，日常合作對象以員工和妻小為主，缺乏與其他創作者互相抬槓的需求，導致雙方非常不熟。因此，在關鍵時刻自然缺乏圈內人情奧緣。Chip 你跟其他網紅也很熟啊，但是你被七鳥出征的時候也沒人幫你講話呀。其實我覺得Chip的躺這種渾水是很瞎啦，要麼就像我一樣全面開幹，別在那邊裝的老好人。我對Chip真是挺無言的。基本蔡阿嘎就是主打一個肥水不落外人田嘛，我有7個頻道自己對做嘛，所以他可以瘋狂的嘎他的粉絲，把他的粉絲割到極限嘛。體量來說，Chip不算輸給阿嘎太多了，都屬於頭部了吧。中共同路人標籤引發輿論反噬。Chip 進一步表示，在此次抄襲風暴初期，蔡阿嘎團隊疑似以中共同路人等政治標籤來轉移焦點，但此舉不僅未能奏效，反而引發包括三明治在內的媒體與大眾強烈反彈。他指出，一般民眾對於此標籤普遍存在於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PTSD， 不僅無助於平息眾怒，更讓此事件雪上加霜，使得其他網紅不願在此輿論氛圍下輕易表態。Chip 都講對一件事情。蔡阿嘎喜歡自產自銷，喜歡肥水不落外人田，使得他其實跟其他的綠色的網紅、綠色的電視台媒體合作也很少。他一出事，人家認為說把他給幹掉，我賺到。綠色圈不缺網紅嘛，比如說於北辰出事，我跟你講，綠媒絕對不會落井下石，綠媒還會極力護航。就像那個王定宇出事情，他連長如山的切拉都敢動了，結果最後是長如山去坐牢。王定宇做吊杯啊，三立正要請他上啊。這些綠色圈子是這樣玩的，我只能說蔡阿嘎這個人就是少賺一點不會少一塊肉。阿嘎就是什麼都想賺到底，他今天出事情，大家才會對他這樣子。而且之前講白了態度啊，對不屌人家嘛，還去嗆人家嘛，對，他對圈內也是這樣嘛，所以那個Chip趁機踩他2下也很正常啊。國內明哲保身，不願淌渾水。對於外界可能質疑網紅們俗辣膽小炮事，Chip則為同業還價，強調並非單純的膽怯，而是基於現實考量。他認為在明確的抄襲比對證據面前，最妥當的做法就是立正挨打，承認錯誤並面對質疑。在這種情況下，出面聲援不僅缺乏正當性，也毫無意義，反而可能讓自己淪為箭靶。因此，多數創作者選擇保持沉默，以求自保。其實阿嘎這部最傷的是他的代言會跑光光，就跟那個九妹一樣。九妹現在廠商基本不太敢投他，因為九妹有深陷這種風暴，即便他風暴他過了淡化了，可能認證說他當時沒有驗出來或什麼的。就像民進黨執政的狀況之下，我們就很難拿到業配，因為跟我掛上邊可能會被青鳥出征。Chip提的倒是也是實話啦，就是說錯了就立正挨打，好好道歉吧，把所有錯誤都下架吧，甚至我覺得不惜把哈哈 baby 的品牌推倒，重創一個品牌也都可以啊。但他一定捨不得啦，因為蔡阿嘎的個性嘛，是有時候啊退一步心更寬啦。蔡阿嘎如果這一波的風波想要挺過去的話，真心的反省、道歉、認錯是必要的。對於他自己過去的態度啊，這些想法，他自己要好好去思考一下，不是作為有流量的人，作為大網紅就可以為所欲為啊。就他當時把嘎家軍給呼喚出來，我簡直是傻眼。然後你可以看到他身邊都是佞臣嘛，怎麼會讓他去做出這樣子嗆人的？中共同人你還要講什麼？他認真嗆他不是嗆假的沒有人質疑他這個決策。就一個高雄小孩嘛，在台北念書嘛，然後退伍之後在家幫忙，他做這個頻道是個意外。但是我就一直記得我為什麼要做這個頻道，我想的就是說，我希望台灣可以好一點，就是對知識的純粹熱愛，這就是我
我出發的2個點嘛，對於台灣的那一點善念初衷，所以我希望是兩岸和平啊，交流啊。你要了解到你自己原本是什麼樣子。今天蔡阿嘎的崩壞，最主要原因就來自於說他們早就忘記自己是，他們錢來的太容易，他們出一堆垃圾，他的粉絲也買單啊，而且可以賣得很貴啊，買方秀嘛，那不是賣方秀，他才會做出這麼很詭異的反應。就很多人當他有了一點聲量跟關注的時候，他真的會忘記自己是從哪裡來的。那蔡阿嘎他以前喜歡用他的台語，用他台的腔調，用他對於這個世界的一些熱情去發揮搞笑，到後來呢，